这本密码的接收方是否只有一个？传送方和接收方的密码都是唯一的。那能否看出接收方是哪里？看不出来。好，检察长，控方提请按照密码发送，并要求回文。同意。这是电文，这个是密码，按这个密码发出去。现在只能凭实验结果断定了。你看，电文前已接收，如何再发？检察长，接收完毕。回文内容。电文前已接收，如何再发？检察长，这就是说，这是一份已经发出过的电稿，接收人的地址是哪里？中华民国国务院。接收人？国务总理赵秉钧。赵秉钧总理成为本案的嫌疑人。赵秉钧。控方提请票传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赵秉钧到庭。你们各位的看法？按程序办。那就这样办。检察长，法不责人，刑不上大夫那一套早已经成为历史沉寂了。民国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向北京发传票，传讯嫌疑人，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赵秉钧。莫儿，我们赢了，知道吗？宋教仁案已使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赵秉钧构成重大嫌疑，政治丑闻的阴云已经笼罩在民国政府上空。目前，宋案焦点已从上海移向北京。临时参议院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将如何对待此案，是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严峻考验。大总统，孙文来电。念，北京袁大总统见，顿初死于政府的政治谋杀。顿初死了，中华民国是否与之俱死？顿初死了，民主民权是否与之俱死？国民若一任所为，民国将万无可望。孙文。大总统，是否回电？
有些事儿你不要管。治安的事情，我应该。你说他当年他是怎么找到你的？这件事情我也不太清楚，只听说他在找我的时候遍布眼线，那银子可是花海了。他对咱们家有恩呐。你是大总统，你有权赦他的死。如果真是他做的，你能免他一死吗？你会吗？赵总理，对不起，袁大总统说他今天任何人不见。啊，卓如，请。德我，怪我。先生，检察厅给赵秉钧的传票已经发出去了。顿初已经入土为安了，你就把灵堂撤了吧。入土为安，他不安呐。民国搞成这个样子，他的心怎么能安呢？你需要休息啊！
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。你想要什么？不要管我！不管是谁杀了顿初，他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。先生，你就别伤心了。啊？伤心？伤心管用吗？伤心不管用啊！伤心不管用。我在想，我们应该做点什么？我们应该做点什么？我帮你做吧。不用。你去。哎，我国民党在各省的都督有8个。你马上发电报，让他们速来上海，我有话要跟他们谈。好。先生，去，你去。你得休息呀。赶快去干大事。不该死。一会儿我们就这么办。好，我先来说。好的，然后再说。袁大总统到！来了，大总统来了！袁大总统来了！高总统你好。你好，大总统。现在我宣布，中华民国第1届国会开幕。中华民国第1届国会第1次会议的目标是选举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，起草中华民国第1部正式宪法。现在，请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先生致贺词。我提议向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、国民党的缔造者和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宋教仁先生默哀。
顿初是我的好朋友，顿初死了，最伤心的是我。可顿初死了，中华民国没有死。顿初死了，民主民权也没有死。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。此时，4000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，4万万人万年之幸福。世凯一国民一份子，当与诸君子同身庆幸，共和民国乃遵照4万万人民之愿望所缔造。正式国会亦遵照4万万人民之愿望而由国民直接选举产生。全体议员乃我国民直接委任，从此共和国之宪政圆满达成。此贺中华民国万岁！民国国会万岁！现在我宣布，中华民国起草委员会候选人名单。议长先生，本议员提议，罗文参议员，按照议会程序，你有什么提案，应该提前2天提交。议长先生，按照国会法，倘若事关非常，也可以在大会当日提出。好，你说吧。议长先生，我提议，在宪法起草之前，本次大会对本届内阁和国务总理赵秉钧进行弹劾。我弹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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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弹劾。议长先生，你看到了，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员支持本参议员，我的提案成立了。太容易了。请诸位议员把手先放下。国会未开，政府竟然有暗杀丑闻发生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本总统今天同意罗文参议员的提案，对本届政府内阁进行弹劾。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封建社会尚且如此，民权社会更要以法治治国。本总统今天向诸位人民代表保证，国会不仅可以弹劾本届内阁，弹劾国务总理。倘若查出总统与此暗杀事件有任何关联，你们还可以弹劾本大总统。先生，
先生，国会已经立案，对赵秉钧进行弹劾。顿初的案子有望通过法律解决了。今后国家行政，总统应当不负责任，一切行政由国务院负责。这种内阁制是共和国最好的行政制度。这一点，袁世凯是不同意的。过去，他可以玩弄内阁，因为连内阁总理都是他北洋的人嘛。今后不行了。先生说的对，正是国会绝不允许北洋再操纵国政了。我们再看看顿初，这又说什么？今后国会要有一个党，今后的国务院要由一个党来组织。过去那种混合各党派官僚的内阁弊端很多，民国初年既是如此，今后不容再蹈覆辙。现在正式国会中，我国民党已经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席位嘛。可顿初死了。苏教仁被暗杀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啊？是因为我国民党竞争胜利后，将由宋顿初组建民国内阁。他将以国民党内阁和袁世凯的专制进行斗争。袁世凯能容许吗？啊，他绝对不容许。顿初告诉了我们，是袁世凯暗杀了他，暗杀了他。先生，激愤之下，我也写过这样的文字。可究竟是不是袁世凯杀了顿初呢？得法律说了算。袁世凯是大总统，法律就没有用。克强，你还是没懂。克强，你来。都怪我呀！都怪我。我总以为袁世凯是个可救可新的人，咱们呢，使把劲儿帮帮他，他就会除旧布新，多少也会变成个新人嘛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
我昨晚上一夜没合眼，都在读着顿初的文稿。你说，我想到什么？我想到袁世凯这个人的历史，4个字：卖身投靠。终其一生呢，他先是投靠李鸿章，然后是荣禄，最后是奕匡，就是那个什么亲王是吧？他的政治道德就是跟定一个人，他什么都有了。他在小站练兵的时候，把这一套都授给了他的北洋军。他把国家军队作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。是的，他是立过宪，还迷惑了很多人呢。他的领风气之先的形象，就是在那个时候确立的。你我都知道，清廷的立宪是什么？叶赫那拉氏慈禧的立宪是为了什么？骗人的把戏，目的还是维护其封建专制。袁世凯是在这个专制的泥坑里扑腾了30多年。哼！我跟他谈了13次，我以为就能把他教育成尊重民权的新人了。我糊涂，我糊涂。先生，法院已经发了传票，国会已经立案弹劾袁世凯，他就是想拦，哎，那他也拦不住啊。克强兄，我们的宪政还不成熟，国会议员很天真，而袁世凯已经成了玩弄宪政的高手。如果袁世凯露出专制的面貌，那我党可以发动国民共讨之嘛？要立即行动。先生的意思是，逼上梁山呢，进行2次革命，推翻他袁世凯。先生，先生啊，顿初的案子正在法律解决中。如果我们现在就发动革命的话，刚好让袁世凯抓住我们的把柄，说我们是共和叛逆呀。我说过，先生，既然我们说到袁世凯违法，那我们自己就不能首先违法吗？克强兄，目前我们国民党领导人要尽快的统一思想，才能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。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哦，对了，我叫你去通知各省的都督，你通知了吗？全都通知到了，大多数都督说他们没有时间。我是国民党党魁，哎，你们说说，我还是不是国民党党魁啊？先生，好，你说我是不是国民党党魁？先生的领袖地位是无人可以代替的。那为什么没人听我的？先生，如果说袁世凯再敢玩弄一次法律的话，我黄兴保证帮助先生说服同志们。晚了，晚了！来，志安呐，我告诉英子说今天你要来，英子高兴啊！你看这几个菜，全是他做的。大总统，我错了。
这政治啊，就是政治。前几天我没让你进总统府，那是做给外人看的啊。杀掉宋教仁是为了我自己，可我心里头也是为了大总统。为了我？一旦宋教仁当上内阁总理，我完了。大总统今后的日子也不好过。这倒是实情。小战的时候，大总统就教导我们，关键时刻兵行险招，可以激愤人心，缔造历史。我想有时杀人能为我们开辟道路。来，喝。这，咱们北洋的学生里面，你是最好的。不冒险，就没有英雄，就没有历史。这话你说得好。我有的时候在想啊，咱们就是为了这个才出生的。那我没罪。杀人不是罪，也不在杀人的时候有没有理由。先杀了，再解决问题，等事情摆平了再解决它。由他怎么说，过去咱们也这么做过。问题不在这儿，关键的问题是杀人的时候你被人抓住了。这在政治上是个错误。大总统说的透彻。我记住了。最近我听说有种牌叫多米诺骨牌，这一张牌倒下来，所有的牌都会倒下去。今后怎么办？那是今后的事儿，咱得保证目前这张牌不会倒。大总统，我愿意接受国会的弹劾，接受检察厅的传讯，一切问题我一个人承担。那倒牌的危险就更大了。你想啊，一旦你面向公众、面向国会、面向法律，你过去的一个错误会变成一大堆错误，过去的一个麻烦会变成一大堆麻烦。它就像一阵狂风，人人都会刮到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不行，我不允许，这安娜。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大总统想怎么办？照目前的情势看，你最好隐贤自毙。自毙？毙在哪儿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先到池里当一段都督，等风头过了，你再回来。那也好。去把桌子腾出来。这安娜，嫂子，你吃了我烧的菜吧？我来。哟，也没吃什么吗？哦，你看你也不知道照顾客人。志安又不是外人。不过这么多年，
我是一直没有谢过你啊。林子，给志安敬杯酒。哎呀，那可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志安，谢谢嫂子。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志安，那就先委屈你了。为了我，也为了你嫂子，啊！一切按大总统指示办。你看这些菜，你也没吃几口。那好，那就这样。哎。这事儿就算完了。想利用宋教仁案搞垮治安，搞垮政府，然后再搞掉我，我不能由着他们。可你是大总统，你可以解释这一切啊。我是可以解释一切，我不想解释。我让他什么也解释不了。